乌克兰无人机再次大规模袭击莫斯科，海王星导弹袭击新罗西斯克港口。这两个事件让这场战争的性质彻底变了。乌克兰不再被动的挨打，现在有能力把战火直接烧到俄罗斯本土的核心区域。这对普京的政权来说，绝不仅仅是军事层面的打击，而是政治、经济和民心层面的三重暴击。一直以来，俄罗斯政权都是通过塑造俄罗斯不可战胜的形象来凝聚民心。无论是车臣战争、叙利亚军事行动，还是对乌克兰的特别军事行动，俄罗斯始终是进攻者的形象，而俄本土是绝对安全的大后方。但是乌克兰海王星导弹精准命中俄罗斯境内的军事基地、石油设施，摧毁 S-400 防空导弹系统的时候，彻底粉碎了俄罗斯绝对安全的神话。当地民众的愤怒与恐慌在交织。政府不是说乌克兰没有能力反击吗？莫斯科不再安全执政党统一的支持率可能因此下滑，反对派会趁机煽风点火，批评政府在国防和能源安全上的失职。虽然大规模的抗议在高压政策下难以爆发，但是怨气正在积累，尤其是中产阶层和年轻人对战争的反感情绪在加剧。俄罗斯的经济早已被西方制裁勒住了喉咙，乌克兰的导弹袭击又炸断其能源命脉，石油出口的受阻引发了连锁的反应，新罗西斯克港每天220万桶石油出口被迫暂停。这不仅推高了国际油价，更直接打击了俄罗斯的财政命根。能源收入占俄罗斯 GDP 的1/3，是支撑战争开销的核心来源。出口中断就意味着政府收入锐减，军费、民生补贴、基础设施等投资将面临紧缩，工业与民生也受到了牵连。萨拉托夫炼油厂和恩格斯油气储运综合体被炸，影响俄罗斯国内的燃油供应和化工产业链。加油站排队取暖、燃料短缺、工业原材料涨价，这些民生的痛点会迅速的转化为对政府的不满。尤其是冬季即将来临，能源问题可能成为引爆社会情绪的导火索。乌克兰展示的远程打击能力，让俄罗斯面临前所未有的军事困境，防御体系暴露致命漏洞。S-400导弹仓库被炸，说明俄军的防空网存在着重大的缺陷。这不仅削弱了军队的士气，更让民众质疑政府的军事投入是否有效。如果连首都莫斯科的安全都出现漏洞，政权的化身人保护祖国的承诺将会如何兑现呢？战略资源也被迫内耗。为了应对乌克兰的反击，俄罗斯必须加强后方的防御，部署更多的导弹系统、军队和资源，这就必然分散前线的兵力，影响在乌克兰的进攻节奏。战场僵持不下后院，需要救火军事策略陷入了两难。持续的消耗将拖垮本就脆弱的战争机器，政权的合法性也受到了拷问。俄罗斯统治者的统治根基之一就是恢复大国荣光和抵御外部威胁。当外部威胁直接渗入本土且没有办法有效遏制的时候，其强人形象就开始出现裂痕。如果军事实力和经济的恶化叠加，质疑其执政能力的声浪可能从精英阶层埋怨到普通的民众。乌克兰的反击成功将加速国际社会对俄罗斯的孤立侵略者的标签更加牢固。乌克兰用导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被国际社会普遍视为对轰炸乌克兰能源设施的正当反击，这就强化了俄罗斯破坏民用设施的负面形象，进一步压缩其外交回旋的余地。西方支持乌克兰将更加坚决，乌克兰证明了自己有能力以牙还牙，西方更有可能提供更先进的中远程导弹，甚至放松对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限制。俄罗斯面临的军事压力将持续的升级，政权稳定性与战场的成败将深度的绑定。乌克兰导弹炸响俄罗斯的后院，绝非是一场简单的军事冲突的升级，而是直接撼动了普京政权的三大支柱：安全承诺的可信度、经济资源的可持续性、军事胜利的正当性。短期之内，普京可能通过加强宣传管控，煽动民族主义情绪来稳住阵脚，甚至发动更加猛烈的报复性打击。但是长期来看，如果乌克兰持续的展示其远程打击能力，而俄罗斯没有办法扭转战场的劣势，经济压力与民生的怨气将不断的侵蚀其统治的根基。这场战争正在进入一场残酷对耗的阶段。乌克兰用导弹消耗俄罗斯的经济和民心，俄罗斯用轰炸乌克兰的城市来维持威慑力。但是普京必须面对一个现实，当战火真正的烧到自家后院的时候，胜利的定义就已经变了。政权能否挺过这场风暴，取决于他能否在内外压力中找到平衡点。